今天就是久违的摄影师群像系列，请到的来宾是米娅。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摄影师是要手语吗？好，你可以帮我做手语的部分。那还是可以帮我做各国语言的翻译。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摄影师，今は紹介の摄影师は。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摄影师是27mm，然后他是一位水底摄影师。他在国外算是相当有名，他的 IG 的追踪者比较不高，就3.7万。但他其实在国外的在水摄的领域里面算是非常有名的。那米娅对水底摄影有一点点的涉猎吗？有点涉猎，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学那个 free diving， 对，所以看到这个我就非常勇敢，因为这是我们去兰屿拍摄，在绿岛的时候，真的就下蛮深，然后没有专业的摄影师跟着。我觉得大家在看水摄的照片的时候，应该都会有一些既有的印象，就是可能会可能拍的比较华丽一点，珊瑚礁啊，然后鲸鱼啊，然后那个水面的光束之类的东西。不然就是水的动作。对，那因为现在当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出国，不然其实台湾有蛮多摄影师都会专程就是搭飞机可能去马尔地夫啊，或者是去帛琉啊之类的地方去拍摄一些沉船啊，然后或者是像刚刚讲的珊瑚之类的海龟啊之类的东西。那27他的照片最早会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画面其实都是很极简的，他把潜水的人跟那些水中的那些物体，我觉得他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去把它抽离开来，变成说他那个空间变得比较不像是就是我们传统水摄看到的感觉，就是利用一些可能包含水底的那个光线光束，或者是一些可能鱼皮跟人的搭配，但是它的整体的画面都是非常单纯，它很多照片都是黑白的，但它又会有部分的照片它会留下水的，对，就留下水的颜色，就是除了蓝色的以外，它可能不留下太多其他颜色。它其实非常多的那种在水平面上跟水下就是对交界面的那个画面。然后因为在那个交界面的感觉，你可以看到更多就是这种水花。它有一个我觉得我蛮喜欢的点，就是它拍那个水面下的倒影也很多。它的那个潜水者刚好是可能贴在那个水面，对，然后他有时候会把照片翻转过来，会让你觉得好像他站在水边，对，躺在水边或什么，但其实他是紧贴在水面下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在呈现海底的那个波纹的那种感觉，其实也还算蛮强烈的，所以那些线条搭上一些人，然后呢，就整个画面来说，我觉得它是非常极简的。很多真的就是在一个地方。然后可能就一个石头，对，几只鱼，然后一个光点，对，然后去呈现一个很简约的东西，但很舒服，对，它给它呈现出来一种沉静的感觉，宁静感，我觉得反而可以感受到很多海的宁静的部分，是，很像从玻璃杯看出去的景色，对，就是那个东西好像很小又很安静，但是其实它可能就是真的在open海里面，没错。其实我觉得他的作品的确是很适合放在可能家里，就比如说你家里装潢啊，你要做一些，如果你很喜欢水摄影的话，对，它适合放在房间里。对，我早上起来第一眼看上去的画是他的照片，我觉得很舒服。对，其实我刚刚一讲他的作品给我这种感觉，就是很像水下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下水的时候，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其实光线什么都进不来，或者说那一天可能正中午，它就是一道光束而已。之前在一些讲座，我有访问过一些水底摄影师。然后其实他们都还蛮注重可能打灯，或者是对，就是会有器材会比较复杂一点点，那你可能要拍一些鱼或者是什么的，那就会利用闪灯去补光，然后让可能色彩还原。可是我觉得它直接抽掉了那个部分，它只留下就像你讲，可能就是水底真实会看到的。它很像我肉眼看出去的东西。对，但因为我觉得水底摄影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它在摄影的分界里面算是一个很困难的领域，因为你本身的水性要会潜水，对，你要会潜水，你要会潜水，你要能够构图，然后你要应付水下的各种事，对啊。那我们这边在座只有 Teddy 一个人有稍微的水摄经验 ，Teddy 要不要进来跟我们一起？什么时候玩水摄？因为我之前有在潜水，对，然后就是出国的时候，我就会拿，很漂亮，就拿我的RX120袋，然后装潜水壳，就是大概最可以玩，也就是比较便宜的去玩水摄，就是这样的配置。然后我壳多少钱啊？壳的话5-6千，我买5-6千，那算便宜了。对，因为我记得在我刚开始曾经一度想要接触水摄的时候，水边壳好像那时候接5D2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其实有分，就是像这种我们那种随身机的壳会比较便宜，但是你只要牵扯到单眼的，都是比单眼本身贵。对，如果你想把你的单眼带下去，可能就20-30万，还有闪灯，还有触发问题，那个价格是非常恐怖。像我去学潜水的那个老板，他就说哦，你们什么时候下水，然后可以带相机去帮你们拍。我说那这样整体多少钱？他说30万。我说30万。就水下拍30万，他说没有，这只是那个壳的价格，只是那个壳的价格，只是排水壳的价格。买了啦 ，Teddy。对，我觉得如果这边有一些观众有对水摄有兴趣的话，其实就是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其实水摄的入门成本其实是蛮高的。是，对。所以我觉得水摄真正门槛高，就是你要学会潜水。你要会潜水，因为你知道现在潜水已经被归类在极限运动，不管是人家说哦水费很简单，水费只要背个氧气瓶啊什么，可真的去学，会发现它那个氧气的量，还有你在水里面的一些呼吸的方式，一不小心那个氧气是会把你自己撑爆的。所以其实危险性是蛮高的。对，就是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啊，因为你其实要用你的呼吸去控制你的中性浮力，这样子你才可以在你拿相机的时候稳的去追到或拍到你想拍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一开始还没有追他 IG 的话，想先看一下他的作品，我觉得官网的照片已经选得非常的精华了。有一张我很喜欢，就是有一个人他抱着那个冲浪板，虽然说好像不是水下的照片嘛，但是那个水面反射。为什么我后来觉得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因为就像我很喜欢 Alan Scala 的照片一样，我很喜欢那种很简约的东西。我觉得他在影像处理的时候，他一样是利用高对比或者是他删除的一些东西，他把画面做到很极简，那个东西就会很干净又很舒服。与其说他像水下摄影师，不如说他比较像海洋的摄影师，他其实把他对海洋的了解传达给大家，所以他特别不喜，他有说他不太用闪光灯的原因是他比较想要忠实还原他在水底下的感觉。创作过程是他有感觉他就下去拍，可他一定都已经在水上，就已经在海洋上。我觉得可以完全感觉出来，就是他对于海的了解跟喜爱。就是看这些照片就会感觉到，就是里面就是整个被海洋包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真的很会讲。真的啊，我很深刻的感觉。我也是这样觉得，觉得他的作品是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就是你在学习摄影的路上，或者你在看摄影的路上，如果你对于水摄这个领域没有太大的兴趣的话，都还是推荐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再去拍的话，我觉得那个连结性会比较强吧。就你真的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会拍生态的人也是一样，因为对于爬虫类或对于两栖类有特别的热爱。就是有点像说他喜欢摄影，喜欢海洋，只是他把这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甚至海洋是 first。对，海洋可能大过于摄影本身。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有点像他本身真的很爱海洋这件事。他其实也有记录下来。他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其实不单纯是水摄的东西，就是感觉就是一些生活在海边人的照片。所以我觉得他整体的摄影从头到尾，海就是一个中心，对，围绕着海洋的东西，他可能都很喜爱。不管是什么领域的摄影，就是就算你是拍鸟或者是拍什么都好，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跟你只是为了想要拍到，还是会有点的不太一样。对，当你今天真的很热爱这个东西之后，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也许生活就在海边，他每天可能都是看着海在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从他的影像作品中，我觉得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海洋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海洋对，就是海洋本身带有的力量或者是什么。对，推荐大家要 follow 一下这个摄影师，很震撼，很棒，很喜欢。